1939年4月16日23点，中蒙边境哈尔河东岸苏军阵地遭日军空袭。日本关东军与苏蒙联军在中蒙边境克什腾和哈尔河发生血战，苏军节节败退，日军士气高涨。日军企图在中国西线越过哈尔河击败苏军，以蒙古为跳板，向莫斯科进军，从而完成瓜分世界的膨胀野心。1939年4月16日23点18分，日军特遣队越过哈尔河，向苏军团部发起突袭。4月16日23点21分，苏军团部电讯室，日军夺取玛利亚密码机。силу и не жалейте смерть. Необходимо, чтобы вернули мою ссылку Марию. Обязательно, чтобы вернули. Я даже не знаю,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.1939年4月16日23点30分，苏军伏击日军特遣队，夺回玛利亚密码机围攻。Идиоты! Два идиота! Как они смогли опозорить доброе имя Красная? Это же пятно на нашем знамени.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тправляйте телеграмму в Лаарский окружной комитет. Пусть помогут нам переправить шифровальную машину в Москву. Так точно. Стойте! Еще. Дайте телеграмму Дзия.爸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顺利。对呀，金屋里夺回被日军劫走的玛利亚密码机，老爹。这回老大哥真的是遇到困难了。爸，玛利亚密码机这么重要吗？玛利亚密码机被苏军誉为胜利之魂，日本人做梦都想得到它。既然如此重要，那日本人怎么会轻易的就拿到了呢？我也没想到啊！哎，苏军怎么就这么大意呢？日本人把密码机给抢了，如果密码再给破译了，苏军就等于光着屁股跟日本人较量。难怪 C 局长给我发电报，可想而知他已经急到什么程度了。估计日本人这2天就会把密码机运回拉尔，应该会在这儿。1939年4月17日21点，东北抗联支队伏击日军，截获玛利亚密码机围攻。
八嘎！立即给东京发电，让专家迅速赶到拉尔，修复并破译玛利亚密码机。嗨！哎，有苏文的消息吗？有，怎么样？死刑。什么？和数字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，关在这个鬼地方很无聊，还是玩玩数字游戏，打发无聊的时光吧。两页尾数相加不等于10，凶等于10，死不了。求求你了，我不是要9，也不是要11，我要的是10。陆先生。报告，进来。罗副组长，怎么了？看样子好像失眠症又犯了。暗头泪毒，难以入眠呢。生命乃大，工作可缓，去陆军医院看看吧。去了，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。我正想向机关长告假。我托人打听了一下，在绥芬河一带有一个专治失眠的神医，精通9术，据说是可以妙手回春。我对中医略懂一二，要不这么着，我给你把把脉。我这怎么敢劳机关长大驾呢？都是为了帝国的事，不用客气。阴虚火旺，心肾不交。何文瑞，你还有别的病？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。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不可缺失，身体要保重。去找那个神医吧。多谢机关长。1939年4月22日，中苏情报部门决定合作。哎，先生，一路辛苦了，请上车吧。鄂维瑞起草了尖刀行动方案，奔赴莫斯科，与苏军情报部门紧急磋商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，尖刀行动跟我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。苏文呢？很遗憾，你可能见不到他了。什么？老家伙，炸我！局长先生，我正式的通知你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司机先生，请你把车停一下。停车！你疯了！你们没有诚意，
打着合作的幌子出尔反尔。我不这样，怎么向中共拉尔地委交代？你都快60岁了，这驴脾气还是一点没改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好了，快说说我们的合作计划吧。合作都谈不上，哪儿冒出来的计划？请你来是谈合作的，不是让你来摆脸色的。在见到苏文之前，我就这么一副面孔。说实话，你恐怕见不到苏文了。После повтор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дела 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во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признана доказанной вин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Советск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имени Ленина Сувай, обвиняемого в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е. 同学，你真的是见死不救吗？老同学，我实在无能为力，请理解。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решено отказать в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и ходатайства Сувань и оставить прежний приговор смертной казни в силе. 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情报局，不是你的警察署。老同学，你太敏感了。对于苏文，我很遗憾；对于尖刀计划，我很有信心。老将军，我不得不说，你是个天才。这仿佛不是一个计划，而是一个……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它了。这是苏军情报系统内所有中国面孔的勤工资料，你挑一挑吧。不用挑了，人我给你挑选好了。再强调一遍，我们没有必要在苏文身上浪费口舌了。我也再强调一遍，这个计划没有苏文，它就是一团废纸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做出的正确结论吗？伟大的列宁同志曾经教导过我，在昨天看来正确的东西，今天未必就是真理。我们要有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。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。1939年4月25日8点，苏军总司令下达停止对我执行死刑的命令。进来。警官长。回密电。樱花，苏文未执行死刑，情报局正重审苏文，过滤。警官长，属下认为，这份情报极其重要，应该及时回答。我警告你，
我是情报局长，有权决定谁执行监道行动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中苏双方同时任命的联合协调小组的组长，你只是提供建议的副组长。要知道，推翻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决定，我们两个都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个计划不光能保住你的晚节，也能保住苏文的脑袋。这里应该是 C 局长的办公室吧？你一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应该乘坐的是苏制吉斯轿车，从卢比扬卡监狱出发，经过列格林纳河、包罗维茨丘陵，再经过莫斯科河、亚历山德罗夫花园、天使教堂、伊凡大帝钟楼、多林宫、枢密院大厦，最后进入亚谢涅沃，来到了苏军远东情报局楼下。这楼里边对我唯一感兴趣的人是 C 局长您。您之所以对我感兴趣，是因为您的老同学鄂文瑞先生的造访。上帝啊，您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通过车轮的声音得到一组数据，通过这组数据推断出了距离，通过距离得出了结果。当然了，涅格林纳河的汽笛声、亚历山德罗花园的鸟鸣，以及天使教堂的钟声也帮了我的忙。Достаточно. Снимите с него маску. Она ему больше не нужна. «局长大人，您还是慢了一点。电报的内容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。不可能的。经过激烈的激战，苏蒙联军的损失是：阵亡1005人，伤亡100人，病亡10人，失踪20人，损失飞机20架，T-26型坦克10辆，装甲车5辆，汽车100辆，摩托车201辆，马匹968匹，还有炮械、枪械、刀械的损失，我还要报给你们。够了。根据这些损失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苏蒙联军是遭到了突袭。不要胡乱猜测。丢了孩子的人往往容易着急上火，头脑不清醒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，苏蒙联军要小心再中了日军的奸计。你说的对，我觉得有必要重审苏文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Скажите,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алкоголя у него в крови? На каждый литр крови приходится 200 миллилитров спирта. Это сколько надо выпить? Если взять соотношение, это 2 бутылки водки на голодный желудок. 2 бутылки. Это ужасно много. «大日本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，在天皇英命领导下，绝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。
请如实告诉我们，你跟佐佐木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佐佐木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，多么浪漫的称谓！这有什么可浪漫的？又不是女同学，我跟她是在学习竞争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你知道吗？佐佐木现在是我们的敌人，他手上沾满了成千上万士兵的鲜血。你依然要和这样的人谈友谊吗？你还要跟他称兄道弟吗？要知道，我们正是通过佐佐木才发现你通敌的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亲爱的局长大人，你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不是也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吗？还包括一位女同学。您需要我说出她的名字吗Да я сейчас тебе увеличить ему дозу。家伙，你个混蛋！电报是被经过特殊加密处理的，如果没有与玛利亚密码机配套的密码本，恐怕短时间内无法破译。短时间是多长时间？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是几年，甚至什么？甚至永远也无法破译。按照惯例，密码机被截获，对方会实施一段无线电静默，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样。既然苏军方面没有实施无线电静默，这就验证了玛利亚密码机不被破译的传说。没有不可被破译的密码机，至少在大日本帝国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就说一说，局长同志，您吧，你新洛夫、安纳托利·康斯坦西诺维奇中将，生于叶卡捷琳堡。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你的父亲酗酒，母亲偷人，你做过路边的报灯、洗浴室的跑堂、咖啡店的伙计。你在20岁的时候，在咖啡店门口英雄救美，你痛打一个偷女孩钱包的货儿。那个女孩的父亲是苏军政治保卫局下边一个处的主任。那个女孩因为你善良、勇敢，就死心塌地的跟了你，你的仕途从此平步青云。但是有一件事是你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因为你在一时跑堂的时候得罪了一位客人，被人家踢坏了你的下体，一辈子都不能生育。够了！你是魔鬼！你是魔鬼！
老同学，没有让你失望吧？有时蘑菇也会成为天使。也许这是玛利亚密码机被抢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天。苏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老同学，你给我说说。他是有着坚定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战士。你确信将尖岛行动交给他？就像当年那个在面包店门口被抢的女孩相信你一样的相信他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赶紧向苏军总司令汇报尖岛行动吧。苏军的西线战争将全面围绕尖刀计划展开。老同学，你我的担子不轻啊。苏文呢？我已经把他送回路边克监狱了。你哦，上帝！难道在情报局他还没喝够？鄂先生，没跟您说我的酒量。佐佐木是一个极其难对付的人，他是一个脸谱识别专家，他能清晰地记住与你交谈的所有表情，从而推断出你的心理变化，是谎话还是实话，是真实还是虚假，是潜意识还是障眼法。他又是一个疑问专家。这个世界上只相信自己，这种相信有时是一种病态的相信。他坚信自己的判断都是正确的，即便是错误的，他也能找到解释的理由。也就是说，他太过自负。他还有一个习惯，当手指敲动13下，戛然而止时，对方的灾难就会到来。依我的判断，佐佐木是个十分孤傲的人。我跟佐佐木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各门成绩应该是不相上下，有的时候他还会超过我。他始终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他肯屈身拉拢你，说明他知道你的价值和身份。如果情况是这样，那就说明情报局肯定有内奸。我一直有这种感觉，这个人甚至经常出现在我的身边。佐佐木平时每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0下，可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变得温和了许多，眨眼的次数也在提升，每分钟15下。这就说明他一定是心怀鬼胎，而且他做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他干了什么？他送给我一双皮鞋。他平时这个人很小气的，从来不送给我礼物。你收下了吗？我肯定不能要啊，可是他非得给我，我没办法，就暂时替他保存了。哎，如果组织上一声令下，我马上上交。为什么？我想利用同学的关系跟他搜集情报。情报工作向来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做的没错，谈谈你的收获吧。我终于搞清楚了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特殊的情报。什么情报？他是想跟我打听一位失散很多年女同学的下落。佐佐木主动接近你，表面上跟你打得火热，最终是在询问女同学的情况，却迷惑了很多人，让人误以为你们在交换情报。这看似无足轻重、轻描淡写的先手，实际上却暗流涌动，力拔千钧。佐佐木瞒天过海，达到了借刀杀人的最佳效果。当我想行动的时候，他已经回日本了。什么？我可以向毛泽东同志、斯大林同志发誓。老将军，非常感谢你的顽固，让我们意外的得到了苏文，真是谢谢你。我同意组长大人的决定，让苏文执行尖岛行动。你觉得合适吗？
我感觉这个年轻人就像我的孩子一般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，我被他的魔力吸引了。他是执行剑道行动的不二人选，好马配好鞍，谁做他的联络员合适呢？Ученица Гатчинской высшей стрелковой школы Дин Джи-Цзы. После 5 курсов секрет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нятий утверждена по все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на отлично. Допущена к выпуску. 就是他了。老同学，你觉得呢？老家伙，眼睛够毒的。Да. Но главное – это работа. Работа по сбору ценной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. У вас для этого ес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навыки. Во всех внешних ситуациях вы должны себя проявлять как 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женщина. 这是我强项。 Мы дадим вам хорош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, прекрасного специалиста. Я ручаюсь. Кличка Пулади. Выйдите из тюрьмы. 我恨你，也恨我自己。我为什么要等你这样的人？请你给我一个答案。爱恨情仇是个谜，只有出题者才会知道。 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不会是我？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儿？我等你等得好辛苦。大吉同志，你疼？知道，向老居同志请配合。老弟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布拉吉同志是谁？这重要吗？我是尖刀行动的执行者，我有权利挑选我的搭档。我是尖刀行动的负责人，有权安排我认可的人执行尖刀计划。我请求组织换掉布拉吉同志。为什么？就别问我为什么了。小马军，你是上战场，不是入洞房。 樱花，苏文已被释放。狐狸，苏，过来，给你看见宝贝，把门打开。这就是令人梦寐以求的玛利亚密码机，其机理极其复杂，只有专家才能解释清楚。现在日本人得到了一部破损的密码机。 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复，短时间内，他们应该很难破译。你别忘了，日本的工业很发达，日本人也不是笨蛋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破译密码的可能性，犹如利剑悬空，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都会因此而改变。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。苏文，这就麻烦你亲赴一趟拉尔，把密码 逐步的交给敌人。什么？把密码交给他们，让我帮助他们破译情报？苏文在临行前被俄国人释放，这一定是个阴谋。
难道我做的局被俄国人识破了？既然这个强大的对手阴魂不散，那就绝不能被俄国人所灭。日军也不满足在亚洲称霸，在中蒙中苏边境加强了战略攻势。即使在中国东北的克什腾前线，也重屯了一个师团的兵力。日本西方面军的总指挥，就是你和佐佐木的共同老师，松原太郎。如果松原得逞，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局部战争就会迅速升级。他们会立刻进攻苏军，跟法西斯分子疯狂的瓜分世界。苏文，抗联的命运现在也到了生死关头。什么？抗联支队被敌人围困在密林当中，带队的正是你的三弟。那为什么不派部队救援啊？这是敌人的围点打援之计，企图把来救援的所有的抗联部队全部吃掉。身为指使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摧毁敌人的阴谋。苏文，只要你协助苏军完成总攻计划，我们就会痛击日本猴子，解救被日军围困的抗联战士。要我怎么做？你应该找个恰当的理由回到中国拉尔。我们身边有日本特务为佐佐木通风报信。你还没到拉尔，佐佐木就会嗅到你的踪迹。佐佐木不是在日本？不，现在在拉尔。他现在是拉尔特务机关长和伪满警察署的署长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那我的任务是什么？就有密码吸引住敌人的眼球，我们全力配合你，把经过处理的情报送给敌人，让敌人产生绝对的信任和依赖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，在最关键的时刻送给敌人一份假情报，给敌人致命一击。这就是尖刀行动。尖刀行动。总攻的暗号是收官。苏，你来做尖刀行动的执行者，面对面跟敌人交锋，把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。在这次的行动当中，你的代号是旗手，记住，旗手这个代号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启用。你平时的代号是小马驹。你用小马驹这个代号跟老爹我保持联络，我们要跟敌人唱一场双簧。我了解佐佐木，他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。进来。机关长，命令密电。樱花，苏文有掌握玛利亚密码之前，狐狸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苏文仿佛被数字灵魂附体一般。无论是在东京士官学校的食堂、宿舍、教室，还是在野外，只要有数字出现，都会被苏文的大脑瞬间存储，并冲刺他的血液，让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能挖掘出与数字相关的故事。宛如一支水乳交融的热恋之歌。只有过了佐佐木这一关，指挥日军作战的松原太郎才会彻底相信玛利亚密码机传递的情报。这是尖刀行动的细节，这里面有10套密码本。熟悉后要立刻销毁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计划有漏洞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完成任务。你说什么？
狐狸的情报是准确的，但他的判断是犹豫的。为什么？以苏文的记忆能力，不是有可能掌握密码，而是完全掌握了密码。专家团已经修好了玛利亚密码机，可何时攻克密码，得到苏军的情报却是个未知数。既然苏文是个活密码，那我们何不想办法把他弄来为我所用？机关长，您有什么顾虑？俄国人为什么释放苏文？因为苏文是个天才。这个理由很勉强。也有可能，俄国人经过重审，发现苏文是清白的。战事吃紧，时不我待，我这就带人去莫斯科把苏文密捕回来。莫斯科是俄国人的地盘，我们贸然行事，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，有去无回。为了帝国的利益，终身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愚蠢！敌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愚蠢，佐佐木不会相信我给他的密码，他知道我的身份。我有个建议，讲。如果我主动投怀送抱，佐佐木就会疑神疑鬼，浮想联翩，到最后，一定会毁了剑道行动。讲下去，要让他主动来找我。小马觉得，我赞同你的想法。您先别急着赞同，佐佐木这个人你还不完全了解。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佐佐木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强盗。上帝，对手如此强大，我们就没有应对的办法吗？只要他认为密码在我的手里，他就会想办法把我弄回拉尔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以静制动，先让佐佐木出绕？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。子牙同志，你觉得呢？分析的有道理。明天你就和布拉吉举行婚礼，假扮夫妻，执行任务。让他跟我一起去拉尔。不，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怀疑。受你的启发，还是让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吧。既然我们不能到莫斯科把他抓回来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拉尔把他请回来。请回来？怎么请？是备车，还是备轿？你简直让我无话可说。难道车子、轿子太奢华，给他备自行车？这么思考问题，简直让人发疯。请机关长明示。记得列夫·托洛夫斯基吗？当然记得，那可是和列宁齐名的重要人物。在俄国有一个大人物非常讨厌他。如果我们让苏文跟他产生某种联系，结果会怎么样？那苏文不得不逃离莫斯科，寻找活路。如果俄国人知道苏文逃了，肯定会更换密码，那样我们的希望也就落空了。那就预先给他找个替死鬼。机关长，我又多嘴了。你终于长进了。苏文，我这次外出是以看病为由辗转到这儿的。为了不引起佐佐木的怀疑，我明天必须回国。祝你顺利。鄂先生，我想打听一下我太太敖梅在拉尔的消息。我也有几年没见她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组织上一直对她很照顾。曾经劝过她来拉尔生活，但是她一直不愿意离开奥鲁村。谢谢组织对她的关心。苏文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Счастья вам. Спасибо. 这是我的出行报告，请您过目。偏方管用吗？用了偏方略有好转。如果治标不治本，就去东京吧，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。感谢机关长的关照，我可以工作了。特高科367的案子已经有进展了，我们要立即行动。是。 Товарищ Теренков, мы пересмотрели это дело 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, что товарища Сувена незаслуженно обидели. Я объявляю это дело закрытым. Извините, генерал, этот китаец очень скользок. Неужели вы позволили ему перехитрить себя? Вот взгляните. Эту книгу мы нашли в жилище Сувен, под матрасом его кровати. Перманент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. Лев Троцкий. Господину Сувен. «曾让全世界无数工人敬仰的红色克林姆林宫，在冬日的苍茫中显得萧索和暗淡。 И где вы ее нашли? Прямо в его квадратик, под матрасом. Когда-то Троцкий был в одних рядах с Лениным, а Сувен читает эту литературу, да еще прячет под матрасом. Да он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ер! Отдайте приказ,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! Немедленно арестовать! Есть! Разрешите идти? Идите! 小马军，но вот и настал твой черед. 亲爱的，生意上出了点问题，我得离开一段时间，你就别问了。再见。1939年4月30日7点18分，我正式执行剑道行动。 Быстрее. Вон он! За ним!进来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苏文正在逃亡的路上。机关长，料事如神。樱花，苏文乘火车逃亡，目的地拉尔。狐狸，苏文君啊，没想到莫斯科一别，本以为永生不得相见，没想到我们又在拉尔见面了。机关长，苏文向拉尔逃来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？苏文是个狂徒，降服、甄别，再堕他也。您是怀疑他来拉尔的目的？如果没经过甄别，就是我们的亲人都不可信。属下这就去部署。
被捕了。谁是苏文啊？你认错人了。举起手来。是我为什么要举手？负隅顽抗，格杀勿论。你喊什么喊？吓着我！季馆长，怎么办？这并不是最后的防线。上。嘿。什么玩意儿啊！这么多人打一个，不玩了。苏先生，辛苦。不辛苦，折腾半天你还跟我客气上了，你脑子有毛病啊！带走，快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经理，干爹，这是给您开的药。这里是警察署，不是家里。注意称呼，注意影响。是，鄂副署长。还有事吗？干娘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他老人家了。你哪儿想你干娘啊？你是想她做的红烧肉了吧？干娘和红烧肉两样都想。你媳妇儿回娘家了，你干娘也去看你姥爷了，他们都不在，最近没干点什么别的吧？儿子是什么人，您最清楚。您就算借我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啊。啊，忙你事儿吧。是。
干爹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我出外勤的时候，看见中村他们抓走一个人。这什么稀奇的？这次不一样，看样子是条大鱼。哦，是条什么样的大鱼呢？依照挺讲究，估计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可身手不凡啊，像个练家子。要不儿子去打听打听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日本人的事你少掺和，别引火烧身。忙你的去吧。是。苏文都安顿好了，已押解老虎桥刑务所，派人严加看管。打开。除了面包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认为还会有什么？密码机。蠢货，拿去。密码机。警官长，这就是咱们刚刚修好的那台玛利亚密码机。没错，这就是那台玛利亚密码机。它在静候它的主人到来。警长，我们应该庆祝一下，来个一岁放书。密码机固然重要，但是如果没有密码，这也是一堆废铜烂铁。等苏文交出密码，我们掌握了俄国人的情报，还是举杯欢庆的时候。独特，非常的独特。警官长，我们该如何甄别苏文？苏文是猎灵技术学校的教官，普通的甄别对他不起作用。先杀杀他的威风，让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先暂时变成哑巴。属下明白。苏先生，请坐。苏先生，饭菜是否可口？我都坐这儿了，你就甭跟我绕圈子了，说吧。你来拉尔有什么目的？拉尔是我的老家，我回来看看。苏先生，你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聪明过人，别人都是笨蛋。我说我回老家看看，没说我聪明过人啊。哦，我回拉尔不是看看老家，看你。你是谁呀？哪个村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苏先生，你来拉尔干什么？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哎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怎么当上科长的？啊，去喊你上司去。智商？我智商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是瞧不起我。属下无能，无法使苏文屈服。他开口了吗？振振有词，滔滔不绝。看来我得亲自会会这个老同学了。
佐佐木，你终于出场，摆什么谱，装什么孙子？就让我们从这儿拉开帷幕，一决雌雄吧。佐佐木，苏文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这可真是见了鬼了！这，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有一种不太友好的称呼，日本鬼子。哎，你说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！我那意思是说，你应该在东京啊，你怎么跑那儿来了？但我从你的表情上已经看出来，你知道我在那儿。哎呦，你现在这脸谱识别术又有长进啊！一见面就要给我来个下马威，是不是？我说对了。对个屁呀！行了，你就说你怎么来的拉尔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刚刚接到的命令，从东京来拉尔任职，今天第1天上任。第1天上任就能跟这儿见着我？哎呦，你说咱俩真是太有缘分了啊！哎，那你现在什么军衔？怎么没穿军装啊？我虽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但更是苏文君的同窗好友，在你面前不用穿军装，穿便服更亲切自然。哎呀，你说见着你我可就有救了啊！哎，这个啊，把刑具打开。哎呦呵，哎呀，嘿，你说啊，这可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！现在嘿，您是人上熊，我这是阶下囚啊！苏文君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雄才大略，一旦委以重任，前途一样光明。什么前途啊？嘿，要不是遇见你，我现在这手还铐着呢，说不定哪天就把我给枪毙了。净说丧气话呀！在这儿有我的，就有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吧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痛饮几杯怎么样？嗨，你是说你能把我跟这儿弄出去？在拉尔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咱们先沐浴，再叙旧，如何？好啊！哎，你说这要是洗完了澡，再美餐一顿，明天做鬼也风流。请吧。走走走。干爹，我怎么就看不懂呢？看见跟机关长在一起的那个人没有？啊，那个是囚徒苏文。昨天俩人还拔刀相见呢，今天勾肩搭背的洗上澡了。你说这日本人搞什么鬼花样啊？国春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让你不要。干爹，您放心，干爹，我不趟这浑水，我开车去了啊。哎呀，舒服，这儿用的都是清冽的山泉水，拉尔城的人以到这儿沐浴为荣，一般人可没这个福分。苏文俊啊，以后做一个这儿的常客吧。做这儿的常客，试探，还是老套路。哎呀，你说咱俩都坦诚赤裸相见了，何不把忧烦一吐为快啊？这赤裸相见啊，也不代表着没有地位之分，是吧？这光着屁股都一样，可是穿上衣服，咱俩人差距那可大了去了。不过今儿个见着老同学，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真是我的知己啊，那我就洗耳恭听了。
想吃点好的，可是你知道我这身上没钱。来人，去拉尔莫斯科风味餐厅。嗨，哟，莫斯科餐厅，哎呦，那可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。来到这家餐厅，听着熟悉的音乐，吃着可口的牛排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。同感。那段时光虽然短暂，但是让人流连忘返。每每想起跟苏文君在一起的情景，我这心里就有一股暖流。可是我每次想起你来，却是泪流满面。我在东京的时候，听说你因我而入狱，我就暗自发愿，如果今生还能见到苏文君，我一定力所能及，尽力补偿。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1921年5月30日上午11时26分，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307宿舍门口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佐佐木君。苏文君还记得我们见面的具体时间，看来苏文君是一个怀旧的人。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记得这些。你的勤勉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，尤其是你的记忆力。你那脸谱记忆识别能力，同样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。那时候咱们成绩平分秋色，不分上下，跟你做同学，我真是找罪受。有句话你应该知道，小成功靠朋友，大成功靠敌人。苏文君的意思是你成就了我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成就了我。那我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呢？我现在是你的阶下囚，你说是朋友就是朋友，你说是敌人，那我也就只能是你的敌人。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还像曾经一样纯洁，你愿意吗？你觉着我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吗？为什么来拉尔？那你说，我为什么要来拉尔？被俄国人追杀，走投无路，回乡避祸。又是你的人在陷害我，是不是？事情都已然这样了，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虽然你还能呼吸，但你已经死了。我真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。这些年我是出生入死啊！甭说我没有那本书了，就算有，我随便翻着看看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想不通，我真是想不通。但想不通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能跟这儿窝囊死，我得回莫斯科跟他们说清楚去。你这都是酒话，我就当没听见。酒话？哦，你觉着我喝这点酒就喝多了啊？接着喝。好，咱们老同学见面，喝个痛快。醒醒吧，苏文君，到了。这么快就回到监狱了？这不是监狱，那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家，以后你可以经常光临。你家不就是我的家吗？当然得经常光临了。哟，房子够气派的啊！乖女儿。爸爸，您喝酒啦？您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您？他呀，是爸爸的同学，是苏文叔叔。初次见面，还请苏文叔叔多多关照哦。
哎呦，这孩子可真乖，叔叔喜欢。叔叔，要钱干嘛？第一次跟孩子见面，我这当叔叔的总得有个见面礼啊。哎呀，别数了，拿来。来，姑娘，拿着啊，这是叔叔给的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叔叔啊，跟爸爸一样也喝酒了，改天再陪你玩啊。嗯，真乖，去吧。哎呦，真乖，这孩子。苏文君，请吧。哎，好。苏文君，请。这个就是我的卧室。好。哎，这钟的时间不对啊，那我帮你。哎，别。千鹤就是在这个时刻生下纯子去世的。哦。哎呀，想想当初念书的时候，千鹤对你那真是好啊，又是帮你洗衣服，又是做饭，我也没少跟着沾光。可是你呀，老是对人家爱答不理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最后我不还是被他的痴情打动了吗？哎呀，千鹤真是个好女人啊！记得在帝国士官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就同室而眠，今天我们就还住在一起，好好畅谈一下过去。好啊，这显得多亲热。这都是上天的安排。头上3尺有神明，是不是上天的安排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上天在看着咱们。没错，在看着我们。窥视，佐佐木，你还是老毛病。好久。现在向您播报刚刚收到的战报：昨夜在巴音一带，吴满洲帝国至威武之师，在大日本帝国皇军鼎力协助之下，奋勇作战，全歼敌俄整编师，而我军毫发无损，大获全胜。捷报传来，广大拉尔市民深受。行了，别听了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哦，全歼苏军以整编师，日军毫发无损，这仗都打成神话了。苏文君，不管怎么说，俄国人现在是强弩之末，中国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。这总是事实吧？别再心存幻想了。
早为自己做打算。就我现在这样，我能怎么打算啊？活一天是一天呗。对了，郝梅有消息了吗？10多年没见，听说已经死了。是真的吗？临了没跟他见一面，真是对不住他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，郝梅没有死，这里面一定有奥妙。他一定在怀疑敖梅的生死，不能让他找到敖梅。一旦敖梅落入他的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快把我儿子整住！怎么是你？我是来找我女儿卓雅的，你让我进去吧，我就想看看她。卓雅，那个丫头早就被卖掉了。你们把她卖哪儿去了？这事儿我哪知道？你们怎么能把她卖了呢？那是我的女儿，你们凭什么说卖就卖呢？你们是人吗？这事你跟我说不着。那叫你们当家的出来，我跟他说清楚，凭什么把我女儿卖了呀？没人管这事儿，你走吧，还啥？你快点来，我跟你说清楚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出来，出来跟我把话说清楚！我女儿被你们卖哪儿去了？苏文君如此不幸，我真替你难过。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。怎么振作？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什么买卖？只要你协助我工作，条件随你开。哎呦，你现在也做生意啊？别装了好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样吗？这样咱们也不用刀兵相见了。我跟你是有感情的，你看我怎么对你，你都看见了。攻心，小样，陪你玩玩。其实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密码是吧？没错。那玩意儿现在搁在我脑子里边也没用。你对我不薄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好，不着急。多谢机关长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这次让你来呢，是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个难题。请机关长吩咐，属下愿意效劳。前几天我们抓到了一个重要人物，是16天前，这个人叫苏文。他有非凡的记忆力，但是犯下了死罪，遭俄国人追杀，所以逃到了拉尔。拉尔是苏文的故乡。我跟这个人是士官学校的同学。机关长，看在昔日友情的份上，对他热情款待，把他安置在家里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那他愿意合作吗？很犹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他的组织尚有余情，这也符合常理，否则我也不会这么款待他。机关长甄别的方式真的是与众不同吧？但是时间紧迫，我们等不及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开口？机关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叫苏文的最担心我们是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。如果我们打消他这个疑虑，就会水到渠成了。
所言极是。帝国从东京请来了顶尖的科学家来破译密码，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科学家身上？那，请机关长决断。就差5个了，就差5个了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绝地3尺，愿把给你们找出来。